光之工作者是地球上最强大的人。我的地球朋友们，我是罗克，我很荣幸能够再次与地球上的人们分享信息。正如人们常说的，我们银河存有不是人类的救世主，我们是帮助者，你们这些光之工作者才是救世主，你们是你们一直在等待的人。然而，可以理解的是，这种观点惹恼甚至激怒了许多光之工作者。毕竟，灰帽子，我们认为这是对白帽子更恰当的称呼。还有我们银河存有过着更舒适的生活，灰帽子和我们银河存有也比光之工作者拥有更多的武器、科技还有士兵。因此，光之工作者有一种非常可以理解的普遍情绪，认为银河存有或者灰帽子应该比他们做得更多。我们承认这种情况是不公平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合理的。是的，这种情况已经拖得太久了。如果你在20年前问我们认为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会预测在2018年之前，地球上的军队和警察部队肯定会逮捕黑暗控制者，并开始在你们的主流媒体上播放真相。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灰帽子们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勇气，因此事情的进展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快。灰帽子是指那些拥有一定权力的人，他们的道德水平不足以成为白帽子，但他们部分抵制了黑暗控制者，这包括某些警察、士兵还有政客，包括匿名者 Q、 特朗普、普京和其他民族主义领导者。在之前的信息，哈坎，人对待动物就像精英对待人们一样。哈坎分享了以下的经验法则：如果媒体告诉你某个人很伟大，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是黑帽子；如果媒体告诉你某个人很糟糕，那么这个人很可能是灰帽子。不幸的是，白帽子很少掌权，因为有道德的人通常不会追逐权力，他们也不会玩弄权力游戏，而这正是掌权的必要条件。他们的飞机往往会被击落，他们会被暗杀，角色被暗杀，他们会被栽赃陷害，法庭用来对付他们，他们会被告知，如果他们继续这么做，他们的亲人就会被谋杀。黑帽子特工想方设法让他们喝醉或者被下药，这样他们就可以在妥协的情况下被拍摄出来。黑帽子雇佣的美女想方设法去勾引已婚的白帽子，这样黑帽子就可以胁迫他们。黑帽子也想方设法让他们摄入改变心智或者损害大脑的物质等等。黑帽子害怕白帽子，因此非常鄙视白帽子，而且黑帽子不会公平竞争。坦率地说，一般的灰帽子在肮脏的权力游戏方面有更多的经验，因此更有能力应对追杀他们的黑暗控制者。白帽子很少有掌权者，他们也不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不过，灰帽子确实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他们在打击黑暗控制者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如果没有他们，你们的生活会更糟糕。与此同时，我们中的一些银河存有很难理解，为什么警察部队、情报人员和士兵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来打击黑暗控制者。在一些国家，他们发誓要保护宪法或者保护人民，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只是服从命令，而这些命令有时明显违背宪法
或者人民。尽管在你们的世界里，士兵不应该服从不道德的命令是一个众所周知的概念，而且我只是去服从命令，也不是一个有效的辩护理由。公平地说，一些士兵已经在幕后逮捕了某些黑暗控制者，尽管是以隐蔽和非常缓慢的方式。这方面发生的事情要比想象的多。许多军队当中绝对有一个派系在积极地为人民谋福利，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成功地阻止了许多灾难的发生。但遗憾的是，他们还没有进行公开的大规模逮捕或者接管主流媒体，这也许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出现。为什么灰帽子们还没有进行公开的大规模逮捕呢？部分原因在于，灰帽子的高层认为他们比普通人更加优秀、更有价值、更宝贵，因此他们觉得自己应该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金钱、名誉、知识、权力和控制力。灰帽子心里明白，如果他们建立了一个以爱为基础的社会，他们将不再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金钱、名誉、知识、权力和控制力。举例说明，灰帽子特朗普是亿万富翁，如果他把自己的部分财产和资产捐给慈善机构，那么他就可以让很多人免于挨饿或者冻死。什么样的人继承了数百万美元的遗产，然后坐享其成，而他的同胞手足却在挨饿或者冻死？那就是一个认为自己强过别人的人。是的，我们都知道，特朗普的很多净资产都是资产，而不是银行里的流动资金。是的，一旦你开始把钱分给许多人，他会比你想象的花得更快。不过，很明显，特朗普可以用他的部分财产来拯救和改善很多人的生活。如果你不相信发钱能解决问题，或者不相信穷人只是做出了错误的选择，那么有的时候这的确是事实。但如果特朗普关心这个问题，他可以找出那些努力工作却被治疗费用毁掉的人们的案例，或者他也可以花一些钱为善意的人们创造更多机会，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你能想象出耶稣有了10亿美元后坐在上面，然后看着他的兄弟姐妹们被饿死冻死吗？即便是一个真正的白帽子，有着这样的想法也是荒谬的。我并不是说人们必须捐出所有的财产，自己有足够的财产能过上舒适的生活就可以了。而且在我看来，成为亿万富翁是过分的。要明确的是，特朗普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纯正面效应。他在打击黑帽子方面做了很多，在唤醒人们方面也做了很多。他有时做出了重大的牺牲，为人类做出了重大贡献。近代的其他美国总统都是实实在在的黑帽子，而且比特朗普糟糕得多。所以我并不是说你们应该鄙视特朗普，如果他没有出生，你们今天的生活会大大不如现在。仅举一例，如果没有特朗普，希拉里完全有可能成为总统，并引发北约、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激烈战争。这样的战争很可能会变得漫长又艰苦。如果特朗普没有成为总统，收到这条信息的你，现在完全有可能在东欧的战壕里。如果你认为他们不会征召我，那也别着急这么说。乌克兰一直在征召60岁的老人。如果发生严重的战争，西方可能会征召妇女入伍。如果你认为自己现在不在东欧的战壕里，不被俄罗斯的大炮轰炸，不受到中国无人机的攻击，这是一件好事，
那么我希望你明白，特朗普是真心为世界做了好事。我只是在抨击特朗普喜鹊般的喜好，只是想说明灰帽子们有一种不幸的喜好，那就是有点自恋，认为自己应该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金钱、名誉和权利，这阻碍了他们创造一个以爱为基础的世界的努力。因为若是那样，他们就不会在一个其他人无家可归的世界里成为亿万富翁。对于明光之工作者来说，这听起来很疯狂，但对那些更富有的灰帽子自恋者来说，他们是亿万富翁，而其他人却在挨饿或者无家可归。这听起来不错，也很正当，因为毕竟他们更优秀。别忘了，他们中有些人继承了数百万美元。另一个阻碍灰帽子们高层的因素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根本没有勇气去做显然去做的事情，也就是公开逮捕黑帽子，并接管主流媒体。灰帽子喜欢告诉自己和别人，他们只需要用这种隐蔽而且非常缓慢的方式去对抗黑暗控制者，但这根本就是谎言。我必须这样做，是人们在违背良心时总对自己撒的谎。我真的很讨厌我必须这样做这句话，因为我自己过去在为不道德的行为辩护时也用过这句话。人总是有选择的，总是有多条路径。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每个人都已经知道，灰帽子们正在走的这条隐蔽而又非常缓慢的道路，实际上并不是最佳选择。如果几年前就进行大逮捕，局势会更好，这样就可以避免许多的痛苦，还有死亡。好吧，我们因何存有同意你的观点，灰帽子们应该做得更多。但说别人应该做得更多总是很容易，为什么我们因何存有自己不去采取更多的行动呢？我们因何存有正在大力支持你们，我们在帮助你们提升你们世界的能量，我们在做很多精微的工作，比如净化你们的水还有空气。我们已经清除了大部分邪恶的星系存有，并且正在清理相对少数剩下的。我们正在防止某些灾难的发生，并在幕后开展重要的特别行动。一些银河存有在这些任务当中牺牲，很明显，你们比我们遭受的苦难更多。我这么说，只是想说明，我们是在认真地帮助你们。为了帮助你们，数以百万计的银河存有正在远离家园。为了帮助你们，我们不惜伤亡，有相当数量的银河存有自愿执行危险的任务，帮助我们的地球兄弟姐妹。尽管这些银河存有也可以选择不做志愿者，在你们认为接近天堂的地方生活几个世纪或者几千年。此外，我们银河存有也热切地期待着与你们见面。然而，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不认为我们做的比现在更多是一个好的主意，尽管这在将来可能会改变。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公开找路，说我们是为和平而来，那么黑暗控制者就会命令你们的军队开始射杀我们，很多士兵都会服从命令。如果我们自卫反击，或者我们大规模逮捕黑暗控制者，或者我们留在轨道上并从这里接管你们的媒体，那么黑暗控制者就会把这说成是地球被敌对外星势力入侵了。从意识的角度来看，被敌对外星人入侵对你们没有任何好处。这种看似的入侵也会推迟我们公开的、和平的行走在你们中间的时刻到来。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和平着陆目前不会侵犯你们的自由意志，但是我们接管你们的主流媒体，或者在你们的世界上进行大规模逮捕，就会违反你们的自由意志。如果你今天对地球人类进行民意调查，大多数人都不会投票支持外星人去做这些事情。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先进的文明交给你们，它很可能不会持续多久。几个世纪后，我们可能又会回到当前的状况。我们在亚特兰蒂斯给了你们一个先进的文明，但它并没有持续下去。我们从亚特兰蒂斯学到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对于一个更先进的种族来说，只是把一个不那么先进的种族推向所谓更先进的生活方式是行不通的。这可能看起来很无情，但我们确实认为，对地球人类来说，在2024、2025或者2026年之前，一直处于艰难甚至可怕的境地是最好的，而不是去冒险，去经历另一次亚特兰蒂斯式的毁灭，还有随之而来的黑暗。当然，情况并非完全一成不变，但根据经验，你也知道，如果美国为了传播民主而入侵一个中东国家，那么往往弊大于利。当然，美国有点精神分裂，一方面他确实想传播民主，但另一方面他也想无情地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并且控制资源。我们并不只想要开发你们的自然资源，不过这也说明，当一个较发达的社会用武力征服一个欠发达的社会，然后试图让他们采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时，这实际上是行不通的。确实，在这个特定的时刻，我们不能和平的、公开的着陆，因为我们会遭到枪击。我们没有无穷无尽的能力坐在那里吸收火力。为了和平着陆，我们需要两个条件中的一个，要么我们需要地球上的意识更高，这样士兵即便接到命令也不会向我们开枪，或者我们需要地球上的军队、警察和情报部门最终进行大规模逮捕，这样就没有黑暗的控制者会命令士兵向我们开枪。当地球上的意识足够高时，你们的军队、警察还有情报部门就会进行大规模逮捕。所以，你们这些光之工作者确实掌握着地球解放、大规模逮捕和我们着陆的关键。关键就在于把你们自己的意识提升到足够的高度，这样你们就会自动地提升全人类的意识。充分做到这一点，你们就能大规模逮捕黑暗控制者，让我们银河存有，和平着陆。总有一天，你们会获得自由。问题只是这个未来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实现。这也是我们目前的战略目标。许多银河系种族的银河存有正在努力地向地球发送高频能量，还有爱的能量，再加上你们努力提高自己还有周围人的意识，我们将共同提升人类。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提升人类了，也许看起来不像，但现在地球人类的意识比几年前要高得多。我知道地球上的情况看起来并没有好转，但部分原因是光的比例越高，意味着黑暗就越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黑暗控制者知道他们正在失败，因此他们变得更加强硬，还有专制。虽然以下说到的并不是全部的原因，但我认为一些光之工作者陷入沮丧的部分原因是他们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他们不得不在如此无助的境地，与更加强大的黑暗控制体系进行斗争，这是不公平的。这里有2个误解。首先，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直接对抗黑暗控制者系统的，主要是你们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的工作。光之工作者的工作，主要是提高人类的意识，成为光明的灯塔。当然，我们也鼓励你们遵循自己的指引，提升你们的意识，你们就能提升全人类的意识。然后，在某个时候，你们的军队、警察和情报机构就会开始做他们应该做的事情。其次，你们实际上比黑暗控制者强大得多。的确，他们有更多的钱，他们有很多手下和机构可以发号施令，但是黑暗控制者并没有能力去拖垮人类的意识，尽管他们非常拼命地想这么做。与此同时，你们这些光之工作者却成功地提升了人类的意识。那么，到底哪一方才是无能为力的呢？黑暗控制者能够赢得一些战斗，但是他们每天都更接近输掉这场战争。他们知道这一点，却无能为力。在某种程度上，你们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如果黑暗控制者真正的掌控了政权，他们的行为就不会如此疯狂，也不会如此明显的腐败。如果他们真正的掌握了控制权，他们就会以更加缓慢、更加微妙的方式来行事，从而维持媒体和政府为人民利益服务的假象。现在，许多西方人已经意识到，媒体和主流政党正在积极地与人民作对，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局面。50年前，黑暗控制者并不恐慌，他们能更好地维持公平的假象。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媒体说的是真话，政客是为人民服务的。如今，许多人不再相信这一点，这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意识和观念出现了巨大改变。我们知道，你们现在更喜欢自由，你们也确实应当得到自由，但是人类的意识已经在以惊人和令人目眩的速度发生着转变。其他星系的某些种族花了1个世纪甚至1000年的时间，才能实现人类在1年内所经历的这些意识转变。提升整个人类的意识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过程。正如哈坎之前所说，我预计在2026年年底之前，你们的生活条件可能会得到很大的改善，甚至可能早于2026年。跟银河存有的接触也可能在那之前发生。我知道等到那个时候，很多人可能已经死去了。我深表遗憾，对此不知道能说什么。从我的角度来看，今天的信息当中最重要的有2点。首先，一旦光之工作者充分提升了人类的意识，你们就会迎来大规模逮捕以及银河存有的和平公开着陆。你们仍然可以为此做贡献，无论是通过灵性成长，还是通过疗愈，或者通过心理疏导，通过成为他人的榜样，通过闪耀你的光芒，或者通过实际行动，又或者通过任何你觉得被指引的方式。第二，你并非无能为力。地球上的光之工作者可能是地球人类当中最强大的群体，因为只有他们在逐步实现自己的目标。想一想吧，地球上的光之工作者看似没有赢得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但他们一定是赢得了这场战争，因为地球人类的意识在不断的提升，因此大规模逮捕和公开的银河接触已经越来越近了。另一方面，黑暗控制者强大吗？
他们虽然赢得了一些战斗，但是却无法赢得这场战争。他们知道自己正在输掉这场战争，他们也没有办法在此期间维持自己的地位。每过一天，他们都暴露得更多；每过一天，他们都在失去更多的权利；每过一天，他们离被大逮捕的日子又近了一天。当一个派系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的战争当中败下阵来，而他们又无法做任何事情来改变这种状况时，他们还能强大吗？那么，让我们看看普通的民众，他们强大吗？显然不是，他们被洗脑了，只是听命行事。灰帽子们强大吗？我想，这取决于你们对强大一词的定义。我认为，灰帽子们目前并不强大，因为他们缺乏行动的意愿，还有勇气。如果没有足够的意愿，再强大的力量也是徒劳的，这只是浪费了潜力。还有谁的意志能比那些坚定的光之工作者更加强大呢？你们是绝无仅有的，真正在做你们应该做的事情的人，而你们做得很有效，很无私。你们这样做并没有得到金钱、权力、控制力或者名誉，但你们还是这样去做了，而且你们正在获胜。也许你们会输掉一些战役，也许你们会有一些伤亡，但你们绝对赢得了这场战争。这场战争令人愉快吗？不，战争是肮脏和可怕的，但你们还是赢得了这场意识战争，而这最终将导致地球上所有战争的结束。只有你们光之工作者才是真正的赢家，尽管黑帽子们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挠你们，但你们还是赢了。可以说，光之工作者是目前地球人类当中最强大的一个群体。除此之外，一个以爱为基础的新社会将会建立起来，这是无法阻挡的。在那种社会里，你们这些光之工作者将会成为意识领袖，黑暗控制者将彻底失去权力，灰帽子的高层将不再拥有比普通人更多的巨额财富还有权势，这也是他们拖拖拉拉的部分原因。但重点是，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里，你们这些光之工作者将成为意识的领袖。从他们的角度来看，灰帽子和黑帽子都将成为输家。所以，你们正在朝着一个对你们非常有利的未来前进，而灰帽子和黑帽子正在朝着一个从他们的角度来看将输掉的未来前进。那么，谁是真正的无能为力呢？谁在赢？谁在输？目前，我知道这则信息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你们中的一些人现在正处于非常困难或者痛苦的境地。你们中的一些人每天都在受苦，你们可能很孤独，你们可能失去了挚爱的人，你们可能因为疾病或者贫穷而陷入苦难或者麻烦之中，而这些问题，无论是灰帽子还是我们银河存有，都可以轻松地解决。我认为，关键是你们要知道，光之工作者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你们有能力改变地球上的状况，但是，的确，此时此刻，你们现在的处境是非常艰难，还有不公平的。我知道，我很抱歉。现在，
我将带着我对你们的爱，以及对你们坚定不移的敬意，向你们道别。你们的星际兄弟，罗克。